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解墨频道。你是不是也卡在楷书的死胡同里了？练字很久，却没敲开行书的大门。有数据统计，学楷书的书友，最后只有约 5% 的人能真正把行书练起来。行书是最实用的书体，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最终却无缘行书？因为大多数人卡在了这3个坑里。第一坑，认为要练好楷书才能练行书，死磕楷书，耗光热情。第二坑，一上来就硬啃兰亭序，它太难，不适合初学者。第三坑，不懂选择，面对繁杂信息，无专业判断力，跟错方法，被带偏。从楷书入行书，最稳的捷径是从圣教序开始，但它是碑刻拓本，细节常常模糊，如果没有高手指导，学起来挑战巨大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简墨独创的4重视角教学法，3位导师的范本加简墨的示范讲解，帮助大家把圣教序的精髓直接吃透。王羲之本源宗师，扎生把碑刻写活，赵孟俯把圣教序写美写好。简墨系诸家之长，逐字示范加精准讲解。接下来的9分钟全程干货，你会在2个核心能力方面直接得到提升：一、可照着练的临写技巧；二、书法学习最重要的对美感的判断力。中间别走开，看到最后我会总结本集要点，还会分享学习行书的完美路径。好，让我们现在开始。盖原帖上部先右斜再左斜，参考赵孟俯的写法，上部中竖与下部抿中心对齐，最后一横适当拉长更好看。文左竖短，右竖长，略往外弧，注意3点的顺序。扎生的门太宽，赵孟俯的门部右上角应再高一点。高清同步字帖，在频道会员专属帖中领取后可马上开练。2. 左低右高，下横略长。疑：王羲之原帖单人旁离右边太远，可适当靠拢。扎生和赵孟俯写的右下角的斜弯钩没有了钩，不太好看，建议把钩带出来，这样有力好看。有第一笔甩得太大，比例失衡，可参考王字其他帖中的写法，紧凑而流畅。象原帖象下面半圆弧部分写得太小，头重脚轻。扎生的象重心不稳，往后倒。赵孟俯的单人旁写得太长，这个字很难写。显左边日的2横和思一笔写成，最后一横要左低右高。扎生这一横太平就没那么好看，右边叶2竖略弧，最后2点很关键，太立太躺都不好看。复上部水平方向的长弧线要往右伸长，扎生这一笔太斜，垂直方向的长弧线要往左拐过去，右边让给腹部。在土的第2横要拉长，车的中竖和土的中竖要对齐，右边斜钩要足够长，要有张力。4个字是不是最后那个最好看？疑：扎生和赵孟俯都把右边那笔写歪了，还是像王羲之那样写直更好看。含撇捺要轻盈舒展，如翱翔的鸟的翅膀。扎生的撇太长，捺太短，且口和上部笔划靠得太近。赵孟俯的撇太垂，生一笔写成，难度大，笔锋几次翻转，字形婀娜多姿。扎生和赵孟俯都没能写出原帖的魅力。4. 口部左上角留空隙，2横左低右高，2竖倾斜，右竖比左竖粗，下横搭在右竖钩上。10. 行书的笔顺不必和楷书一致，右边4步可以先横后竖，也可以先竖再横，在这里先竖再连写3横，书写更便捷，更省时，更流利。5. 碰到看不清笔顺的字，可以参考他人的临摹作品，
扎深的字清晰地展示了无字的笔顺。行，原帖左右两部分离得太开，临写的时候可以主动修正，而不是不动脑筋的依葫芦画瓢。前，左边3点水，赵孟頫写得太高了，原帖上部的2个天写得很别扭，可以修正一下。下部的日要和上部的中心对齐。横，上部宝盖的横和下面的3横要基本平行，左低右高。下部的撇捺要接在两竖下面，撇短捺长要舒展，最后2点要有弹性。属，上部的日和下部的日要均衡，赵孟頫写的下面的日太小，结果头重脚轻。者，第2横要往左伸长，撇要写直拉长，这样才舒展好看。乙，一笔写成，笔断一连。画，右边的7部不要写得太高，扎深和赵孟頫都写得太高了。戊，一笔写成，线条要流畅，还要注意粗细变化。笔迹牵连的线条是虚线，要细，主要笔划线条是实线，要加粗。4. 原帖字形很漂亮，再现它就好，但要注意下部的中竖要和上部的日的中心对齐。扎深和赵孟頫都写歪了，他们的中竖都对上了日部的右竖。以最后一笔垂直向下，再转右带回。窥，这个字由3部分组成，下部左边小右边大，下部2部分的中心要和上部中心对齐。扎深的血部太大，且和下部中心错开太多。箭部最后一笔原帖很漂亮，扎深的太细，赵孟頫的太粗，这一笔没写好，就没有那种优雅的感觉了。天，横要左低右高，撇短捺长，撇捺要舒展。箭，原帖左右太开，尤其是右边部分的上下太开，导致整个字太散。原帖的抿部太软，可借鉴赵孟頫的写得方一点，有力一点。最后一横稍微加粗，字形更稳健。地，原帖土和野的横撞上了，最好错开。看似简单的字，要把它写好看，需要功力的。好，今天就先示范到这儿。这一集的重点可归纳成2句话：第一，别迷信，名家也有不到位的地方，我们学的是规律。第二，别着急，方法对，智慧一天比一天好。圣教序的学习大致分3步：第1步写像，第2步写活，第3步写美。想要进步快，记得按顺序跟练，并对照修正。本集高清同步字贴在频道会员专属帖中，领取后可马上跟练。频道里有多个系列教程，点头像进主页就能观看，后续会持续更新，欢迎点赞、分享和留言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